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罐罐的厨房。我的大同男朋友自从被我背回美国以后呢，又是蒸鱼，又是炖肉，又是蒸蛋，又是蒸馒头。要不是昨天有朋友提醒我，我都已经忘记了。其实他最厉害的是焖饭。据说拿大同电锅焖出来的米饭比电饭锅焖的米饭好吃10倍。所以我们今天要第一次尝试用我的大同男朋友来焖一锅香喷喷的米饭。那为了配这锅香喷喷的米饭，我昨天特意买了羊蝎子。这羊蝎子呢是在林大哥的农场买的，是昨天早上现杀的羊。那林大哥他之前是在台湾有待过5年啊，他知道我要做羊肉炉，他昨天还送给我了一个巨大的羊腿儿。那羊肉炉就下次再做吧，今天我们来吃这个羊蝎子。平时我在超市买的那些冷冻的羊蝎子，虽然它切的比较漂亮，比较规整啊，但是上面真的是没有什么肉。昨天我把林大哥的这个羊蝎子拿回家以后，我真的是惊呆了，因为上面满满的都是肉，然后我花了半个小时把上面的肉剔下来，整整一盘肉。我还可以做葱爆羊肉啊，孜然羊肉。我昨天剔肉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那羊蝎子嘛，大家都知道是羊脊椎连着骨头连着肉的那一个部分啊。我之前一直在想，为什么叫这个部位叫羊蝎子？后来想想，哦，可能是因为它一节一节的和那个蝎子的那个尾巴一节一节是差不多的。然后我昨天才发现这个羊蝎子这个名字的精髓啊，因为它这个脊椎连着羊的尾巴，那个羊的小尾巴就是这个样子的，看起来就像蝎子的那个尾巴，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那昨天这个羊蝎子拿回来，我剔完肉，把它剁成一块一块的以后，我就把它泡水泡了6个小时。刚才呢，我就把它飞了一下水，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主题啦。做羊蝎子的料呢，我准备了这些：花椒、藤椒、白胡椒混在了一起，八角、桂皮、香叶、干辣椒，还有小茴香、豆蔻、丁香，还有打开去籽的草果、山奈、桂皮，还有3块红腐乳，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主打一个家里有啥放啥。这就是今天的所有食材。我新来的2个铁锅已经到了，这个呢是炒菜的锅，我铺了一层油，养了养它。这个呢是炖锅，我也是刚养好，里边放的油，刚养好它。希望这2锅今天不要粘锅，不要给我丢人。我们先开始炒我们的羊蝎子，炖上我们的羊蝎子。呵。这瓣儿它是它是绳编的。因为我养锅的时候我就要开火嘛，然后它每次一开火这儿就冒火星，感觉这个瓣儿快着了。是的，对，这个绳就被烧着了，烧没了。然后我们先把姜片和葱段爆香，郫县豆瓣酱。先豆瓣酱炒出红油，炒香爆香以后，3个花椒、干辣椒、小茴香，泡过水的羊蝎子，这么多，加1瓶啤酒进去。炒的有点费劲儿，因为实在是有点太多了。这时候呢，我们要加入热水，但热水还没烧好，那我们就再加1瓶啤酒吧。沿着锅边倒下去的话，这个啤酒就不会那么凉，因为其实是应该往里加热水嘛，这样它的肉不会变紧。那只因为啤酒是常温的，所以我们就沿着锅边弄下去，倒下去。这啤酒非常的好喝。翻炒一下呢，我们就把草果、丁香、豆蔻倒进去，然后这有3块山奈，还有2块陈皮也倒进去。其实我觉得做饭吧，没有什么哎非得加什么，非得怎么着，非得怎么做这种步骤。
只要做熟了好吃，那就是成功。然后就是这3块红腐乳，加上它的这个汁儿，也倒进去。那我们的郫县豆瓣酱是叫郫县吧？啊？郫县豆瓣酱，哎呀，郫县豆瓣酱，我就说成了郫县豆瓣酱。和这个腐乳，它都是咸的，这样就是调味的时候呢，就不用放太多的咸味了。再这个腐乳放进去，再加点刷碗汁儿、刷碗汤，不要浪费嘛，对吧？这时候呢，加点香菜根儿进去。香菜是我自己种的。那林大哥这个农场的羊啊，都是草饲快乐自由的羊。所以呢，它没有什么膻味儿。昨天我们拿回来的时候，闻就一点羊膻味儿都没有，就全都是那种羊肉的香味儿。加上开水，一次要加够水，这样它的味道才会比较浓郁。我们再调一点酱油，简单调个味儿。简单调一点就行，因为之前的那个豆瓣酱啊，还有腐乳都是有咸味儿的。啊，味道不错嘛。这时候呢，可以加一点点醋，这样可以让它的肉质更加的软烂。但是因为加的比较早，所以其实煮完了以后，它的酸的味道就没有了。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把它挪进去，让它慢慢的熬煮，1个半小时吧。哇，放到里面，拜拜。趁着这个羊蝎子在炖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要干大事儿啊，就是焖米饭。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几杯米就是几杯水，所以我们今天要弄3杯米，就是3杯水。我们先来洗米啊。我为什么做3杯米呢？因为明天我要做一个很好吃的蛋炒饭。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也可以教教大家做我觉得很厉害的蛋炒饭。这个米呢，是我们买的日本的胚芽米，就是它胚芽米呢，就是介于白米和糙米之间的一种米，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它没有糙米就是那么干，但是它又没有白米那么白。洗一洗。把它放到我的大同男朋友里。我说我自从买了这个大同电锅，我做饭现在好精确呀，都是拿这个量杯量。下去。好，3杯水啊，1杯、2杯、3杯。晃一晃，好。上次还有朋友说，这个锅盖跳是因为我没盖好盖儿，所以我今天要认真的把它扣上，把气都压出来，这样看看待会儿它到底还跳不跳。激动人心的一刻。肉炖上了，饭煮上了，我们现在要开始切配菜啊，就做一个豆腐蘑菇包，这个是我刚才已经切好的，然后做一个油菜心儿，拍个黄瓜，做个土豆丝。好，我们先来切土豆丝，不，我们先来拍黄瓜。笑啥呀？没事。你笑啥呀？你没有，因为土豆丝的淀粉会弄到这个菜板上。先拍完黄瓜，再去切土豆丝，我就省得刷板了。不懂了吧你？是的，要贯彻省水的号召。哎
哎，壮壮你来了，来给你吃个屁股。我们家狗子最喜欢吃的就是黄瓜屁股。我们家壮壮是喜欢吃一切蔬菜的小朋友。先来拍黄瓜啊，这黄瓜屁股给狗留着。壮壮来，来这里，我给你一个。今天我们就用最简单的蒜泥来拌黄瓜。来，喝酒吗？喝酒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喝什么酒呢？你要喝高粱吗？没动。现在冻上可以。先去冻酒。我拍这黄瓜，我突然想到，我们原来吃一个什么饭馆，然后拍黄瓜的名字叫“刀拍前男友”。我特别爱吃蒜泥的任何东西。颠蒜泥的时候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放一点点盐，一点点盐。第一呢，能给它加个底味儿；第二，这样颠出来的蒜泥呢比较黏，而且这个蒜不容易崩。你看它这样出来了，就是感觉是黏黏的。我们往里加点味道啊，就是白醋和酱油。蒜泥汁儿提前调好味道呢，它可以把这个辣味儿给吸收一下。但是呢，调完了这个味道以后，就是不要直接就倒到这个黄瓜里面，因为它里面是有盐、有酱油，都是有咸味儿的嘛，它会把黄瓜的这个水杀出来，这样吃的时候就不清脆了。等要上桌要吃的时候，再把它拌入到这个黄瓜里。土豆丝切完了呢，要把它泡到水里。第一呢，防止它氧化；第二，让它泡出来这个淀粉啊，它吃的时候口感是脆脆的。因为我们今天要炒土豆丝嘛。啊，别切得太细了，这边太细了。呀，今天有进步啊！这个气氛组啊，继续努力哈，工具人。呀，我电锅跳起来了。不能打开，等吃的时候再打开。让它们焖一焖。这么快？因为我就加了1杯水。那你放里边那个水呢？不知道啊，我也是第一次用它焖饭呀。粥来吧。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准备好配菜，我们先去把最有难度的豆腐煎一下。为什么说有难度呢？因为这个铁锅我没有用过，不知道它粘不粘。煎豆腐很容易粘。土豆丝泡出了很多淀粉啊，洗一遍以后再泡一下，等再滤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炒了。这时候的口感就会很清脆。羊蝎子还有带皮的那个后背那一部分，那皮应该也会特好吃。说这个铁锅它不粘的秘籍就是热锅冷油。我决定不用这个铲子了，你知道我这买这个铲子和锅一起买的，也是铁铲子，但是呢，我就老觉得这声音特难受。我们现在要开始做这个豆腐包，然后呢，要把这个大同男朋友挪到旁边来，因为我们要用这个炉头，我怕烫到我男朋友。能打开吗？有点激动啊！哦，它刚才真的是没有跳哎，这个盖儿，因为摁紧了以后，所以它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有点像个真空舱在。激动人心的时刻啊！噔噔噔噔，哇，真的是成米饭哎，成功哎！待会儿尝尝那个口感怎么样？
才煎豆腐的这个油可以再继续用，弄到这个砂锅里面一点点。哎，我的这个砂锅的盖儿呢？笑啥呀？笑啥呀？在这儿呢吗？小狗狗，你们还要吃什么？没有你们能吃的啦。切点葱花，抱一抱。哎，怎么的？什么事儿？怎么的？我不能碰你，我做饭呢。臭臭，太臭臭了。你想吃啥呀？我给你个黄瓜吃吧。黄瓜。Oyster mushroom 就是蚝菇，蚝菇特别鲜啊，闻起来。炒一炒。白胡椒粉，加上我们泡的虾米。蘑菇呢，它会自己出水，可以再加一点鸡汤提提鲜。炸的豆腐摆在上面，蓝精灵你不要闹好吗？小朋友不能在厨房，小朋友在厨房很危险的。炒土豆丝，今天炒酸辣口的，放点花椒、干辣椒、蒜爆香。一下，然后我们土豆丝因为要炒酸辣口的嘛，所以用点醋。在炒菜的时候呢，烹点醋，从锅边烹进去啊，正好把这点醋都用。炒青菜的时候，就炒绿叶菜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从锅边烹点醋进去。这是我跟我山西的好朋友学的一个秘诀。人家山西不是吃醋吗？他炒青菜，我看他炒青菜放醋，我觉得我靠，你怎么炒青菜也放醋？后来我才发现，哦，在锅热的时候，从锅边烹进去一点醋，陈醋啊，它不会酸，但是它醋的那个香味会进到菜里面，就很好吃。我那山西的好朋友吃醋大王，我天哪，只要一回山西就往回背醋。给大家来一个，嘿，嘿，哈哈。哎，我干活的铲子去哪儿了？我在这儿呢。油菜心儿呢，就简单清炒一下就好。青菜拨楞拨楞就熟了，嘿，就这么几根青菜，这炒出来这点儿。还有5分钟时间，最后的羊蝎子就好了。我们可以把黄瓜和那个料汁儿拌上了。这时候我就要带上我变态的小手套，哇，好香啊！点上几滴麻油，拍黄瓜就完成了，带劲啊！哇，你看，香啊！哒哒，我的大同电锅做的米饭，好厉害呀！还挺好的做的，特别好，哇，一粒一粒的，挺好的。它不是那种就是糊在一块儿的那种，我喜欢吃那种。对，你得把那个内锅的盖儿拿过来，它内锅的盖儿就是现在用的。好吧。内锅盖儿就是干这个用的。今天这菜都是下酒下饭的。大同电锅做饭是它最原始的功能，就是最基本的功能。你觉得做了饭了，它还怎么做其他东西啊？它上面有那种就是加高的盖儿，还有加高的那个叫啥蒸屉啊啥的。你要喝多少？1/3。
哦，你也1/3，我也1/3。哪有拿这么大杯子喝的呀？不是，我看看，差不多。好像多点了。谁多点？你。我多了吗？没事，我多点。你把多的给我吧。我凭啥多的给你？你这酒量不行。这话咋说呢？喝一小口。啊，真香啊！你冻这么一会儿也够时间。对，但是它没有那个上次那么冻，对，那么润。上次我说话的时候，就听着老板在旁边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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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吃。上次的视频，大家都在那说，你快别说话了，都快被老板吃完了。不错。你知道它这个羊一点羊膻味都没有，我觉得羊挺有意思的啊。就身体各个部位都能做成不同的美食，而且又能做羊肉串，还能这个羊蝎子还能做火锅，就跟羊肉炉一样，然后还能炒着吃，葱爆羊肉啊啥的，其实还能涮肉。羊没有多少肉，这个羊蝎子有肥的，挺好。它有肥有皮，就它这个部位还是挺好的。关键它这羊蝎子肉太多了，我切下来好多肉。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那种，就是白水炖。白煮羊肉，还能做羊汤，咱们可以做羊汤。林大哥他还就有专门，他不杀一只羊嘛，他专门有人就买那个羊下水、羊杂，就专门他们是做汤的。我原来去新疆，他们那个山上，牧民特别冷，零下30多度，他们每天不干别的，那个就吃羊肉，那个包肉就一个炕，然后中间是个火炉，火炉里边加一口铁锅，然后从早上开始，那口铁锅就在上面，就一直熬，一直煮。对，然后我们去了，他就再扔一块羊肉进去，然后煮，就给你加一块，可以吃了就拿出来，对，然后不够了再往里加。它没有任何料，就是白的，然后你可以蘸点什么，撒点盐什么吃。其实不用，它那个就是很好吃，然后给你倒一碗酒，哇，那个咱们下次可以白水煮，对，啥都不加，就加点葱啊啥的，葱姜，葱姜都不加，什么都不加，但是那个羊肉必须得是新鲜宰的，咱们现在就有新鲜宰的羊啊。对，你知道那林大哥昨天说，下次我做姜母鸭的时候，他现给我宰鸭，现杀鸭子，然后林大哥那个鸭子是番鸭。好像就是姜母鸭的品种的鸭吧，番鸭。他给我看照片是脸是红色的鸭子。这羊蝎子真好吃，麻辣的。豆腐很好，豆腐好吃吗？这叫海鲜豆腐包。没有海鲜，只有海米啊，只有海米也算海鲜嘛，好吧？这个羊蝎子真的好吃哎。对，它跟那个咱们以前那个炖的不一样。大哥，咱以前买的羊蝎子哪有肉啊？这咱们做法好像也不一样吧？做法都是我每次看心情，所以做法肯定不一样。真好。今天这顿饭要不配点酒，是的确有点浪费。对。咱们这种喝高粱的方法，该去台湾买酒了。咱要有高压锅的话，把它放到高压锅里20分钟就能压熟。你用大同电锅呀？大同电锅今天不是忙吗？今天不是做米饭了吗？我天哪，这大口吃肉的感觉，大口啃羊肉的感觉。咱们可以把那个羊腿我剔一剔。然后一部分咱们做羊肉炉，然后剩下羊腿的那个骨头，还有蹄子，还有它那里边的那些肉，咱们来就是熬汤，熬羊汤，这个白水煮，是不是？羊肉冬天吃是真好。羊腿你给我留点肉，烤羊串啊，可以啊。你知道，我觉得它好处是，就是它不管是羊腿还是就是这个羊蝎子，它都有带皮的部分。对。但是带皮的其实部分就特别好吃，因为皮下面是脂肪，脂肪下面才是瘦肉，它这个一口咬下去就是不同的口感。
你买不到带皮的羊肉。你买不到带皮的羊肉，你都买不到带肉的羊蝎子。